我现在面前的是华为又出其不意的发布的他们全新折叠屏旗舰华为 Mate X5 典藏版啊。有很多同学问这个 X4 哪去了？我推测 X4 这个名字本身不太好念，而且这个4呢和华为目标用户对吧？有一些不太喜欢，所以就直接来到了5。我们直接开箱啊，抽开，1、2、3，当当看不出来啊。首先这里有一个保护纸的说明啊，我们先把机器放在一边啊。首先有一个66瓦的充电插头，手机壳看不出颜色，太好了。透明的呢，下方是类似于有这种颗粒质感，上方这种透明材质的手机壳。好了，然后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手机到底长什么样子。1、2、3，当当哦，这回这是一个全新的紫色版本，而且呢，这款紫色版本它的后盖采用的是素皮材质，它的这个手感呢，要和华为 Mate 60 Pro 系列的这个素皮手感比较接近，它是很硬的那种，就手感很扎实。大家一对比就能看出啊 ，Mate 60 Pro 它要更宽一些啊，Mate X5 它要更窄一些，所以单手握持手感会更好一些。它的后盖镜头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，天圆地方吗？外边是一个圆形，里边呢感觉嵌套了一个矩形。我把之前Mate X3，才发布半年啊，这已经差了2代了，到哪说理去？把 Mate X3它的后置镜头跟大家对比一下。X3 系列上呢，它是采用了一个类似于叫舷窗，我目前来看，感觉 X3 的这个镜头要更好看一些呢。X5 还需要适应一下。X3 这个上下呢是有这种拉丝工艺处理的，而 X5 整个这4个边边小短边都采用的是光面的这种工艺。这个 X5 啊，出厂的时候外屏自带了一层贴膜，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它的重量。X3 的重量呢，外屏撕掉膜的情况下大概是247克，在外屏没有撕膜的情况下，素皮版本251克。大家日常使用的时候就不用撕这层膜，250.6克，也就是说重了3克左右。折痕方面和前代基本是没有差别，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，它们两个呢基本上是一个小更新啊，也不能叫小更新啊，也有一些大更新，在硬件方面，在一些硬件方面啊，算是一个小更新。然后它以我的这个手机背盖颜色，哇，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，作为基础升级成了一个紫色的轻雨烟雾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主题是什么样子啊？大概长这个样子，看看有一个花朵绽放的一个效果。这一次 Mate X5 里所有的版本，只有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典藏版，它的外屏采用的是玄武昆仑玻璃，就是昆仑玻璃呢，本来是在上一代耐摔程度提升了100%，而玄武这个技术的加入呢，又使它的耐刮擦能力，就是扛划痕的能力比上一代提升了300%。另外，典藏版本它的内屏和外屏都是1到120赫兹动态刷新率，就是那 LTPO 的屏幕，而对于标准版本呢，只有16GB。它的内外屏都是1到120赫兹 LTPO 的屏幕，而至于16GB 以下的那些内存容量版本呢，它们的内屏是LTPS 屏幕，就是可以在120、90、60几个档位之间切换。另外呢，只有典藏版它的内屏和外屏峰值亮度都达到了1800尼特，是所有系列里最高的。至于 Mate X5 的普通版本，它的外屏呢都是1200尼特亮度，就比这个外屏少了600尼特。内屏呢有一点复杂，就是只有标准版啊，只有16GB 内存那个版本，它的内屏是1800尼特的亮度，而其他版本呢是1000尼特的亮度，就是峰值亮度要比这个典藏版低了800尼特。我们现在呢来插入一张联通卡，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显示的啊。目前插入卡之后呢，它是不显示网络类型的。在我的 Mate X3 上同样插入联通的数据卡，它这里呢显示的是4G+，然后我们同时呢打开一款奇奇怪怪的软件啊，点一下下一步啊，点一下确切位置。好了，我们来同时跑一下这款奇奇怪怪的软件啊。首先，我们都已经放入了中国联通的卡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都是中国联通。然后呢，都是采用了中国联通河南的这个什么基站啊。然后我们1、2、3，走你！哎呦我去，这个有点奇奇怪怪的啊。这个是90兆。这个是1050兆，这个是什么？我这个没有开这个什么套餐啊，怎么给我搞成那么高的这个数值啊？这个有点奇怪吧？然后它这个上传速度呢是49，它上传速度呢
是70啊，这个什么？所以大家看到了吗？其实也没有差多少啊，它是90，它是1049。我再给大家跑一下，感觉一下，我感觉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瞎跑的吧？这个是 X3，这个是 X5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这两个都没有连 WiFi 啊。完了，这 X3还不如上一次跑分了呢。这个先跑完了啊，是1000多啊，这个呢是69.5，行了，大概大家知道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两个现在都是采用中国联通的卡啊，然后都没有连接 WiFi 啊，有点懵啊。反正大家现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行。今年这个紫色很好看，我很推荐这个紫色，我觉得要比那个绿色更好看一些。完了，现在自从知道它这个跑分成绩之后，看这个后盖镜头也设计的越来越顺眼了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大家可以去准备抢购了啊！我是周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